好，接下来我们关心，现在看起来川普是想要停战哦，但是又怕认输嘛。另外一方面，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就算川普想要停战，但是以色列会不会拖他进入这场战争的泥淖当中呢？现在美国的网友很多人都已经上街示威的，希望能够停战，甚至发起了送川普的儿子上战场的这个各种的示威活动。那其中选举现在看起来共和党是要惨了吗？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。好。本来现在看到的是美以伊战争是不是真的要结束了呢？原因是因为川普接受了电视台的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特别讲到，他说这场战争打得非常的彻底，差不多可以结束了。尤其伊朗他没有海军，没有通讯能力，没有空军，我们美军的进度是远远的超前的。但是现在关键来了，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又说了，我们赢了很多，但是不够。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，他说，这个本周似乎还不会结束战争。现在看起来是不会结束战争的原因，跟纳坦雅胡有没有关系呢？因为现在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，总理纳坦雅胡他想要打垮所有的敌人，其实不是只有伊朗而已，还包括了黎巴嫩真主党，甚至是胡塞组织。所以说，并不是川普一个人可以决定的。甚至川普之前就曾经说过，何时结束战争是他跟纳坦雅胡双方共同的决定。好，不过呢，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了川普讲了这么多话，也出来呛瞎。他说呢，未来决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，是不是美军结束的，是由我们来决定这场战争何时结束。伊朗的总统也说，要求德黑兰无条件的投降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再来看到伊朗的外交部说，只有在确信未来不会再遭受攻击的情况下，他们才会结束战争。川普对于要不要停战说法，其实看起来还是反反复复的。重点是不是又被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牵着鼻子走呢？他可以，他也敢对纳坦雅胡说不吗？大使怎么看？所以他的那个魏科夫啊，还有他女婿啊，都已经要到以色列去了。会不会一下飞机就先标3字经？不知道，对，因为事实上以色列不讲武德，对不对？打这个伊朗的油库，这个应该是他们事先约好的，不要去动油库。以色列单方面啊。自作主张去打，所以才会美国的官员气急败坏啊！你破我布局啊！我不想把这个事情蔓延到这个石油方面这一部分，你不要去碰它。结果以色列照打，所以以色列方面传出来啊，美国国防部官员一打来就开口就3字经了，对，所以呢，川普当然是很火大了。那而且川普才不是受以色列节制，川普是听华尔街的啊。华尔街怎么做，怎么说，怎么做，对，那他才能。川普又喜欢打电话，我告诉你，打电话是最笨的，你会被受到人家立刻给你一个压力。你喜欢打电话给欧洲各国领袖是吧？欧洲、欧盟10个国家的总理打电话找你，就说这件事情不要玩过，你玩过你去搞石油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本来就不太支持你搞石油，我们就反对了。就是这样直接讲啊。虽然你要天天跟人家打电话，最好人家大人物都不轻易接电话，就怕你话一丢你就走了，对不对？警告人家就是你喜欢接电话，人家就好警告你嘛。所以川普给自己很大压力，所以他立刻他就出来说，战争很快会结束，对不对？人家记者第一个问题说，你说很快会结束，你前2天你这些战争部长才说他要打4周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很快是多快？那川普也不敢说很快。我们就看他明天早上他怎么说，对，看他怎么说，这个事情啊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，你要真的这样玩的话，内塔尼亚胡川普绝对跟他翻脸，绝对跟他翻脸，对，所以这个基本上先把内塔尼亚胡稳住。内塔尼亚胡如果是要自己干的话，那美国很简单啊，我本来还帮你防守你的上空呢，那就你自己看吧。美国对乌克兰不是这样吗？你不听话，我就撤走对你的军事支持了，武器也不给你了。以色列嚣张这么多年，就是靠美国啊。对，搞到最后他认为是什么？他认为是美国靠他，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尾巴咬狗的事情少干，是尾巴就不要去咬狗。那时候小布希公开讲说，我美国人要不要打仗，美国决定。你要把它拖下水，没有那么简单啦。是，所以现在的状况就变成你一碰到油，这个事情
就这难搞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伊朗这么小心，我封锁荷姆斯海峡只打了一艘美国的油轮呐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把它打沉啊，打伤一下，大家都点到为止。你要玩真的时候，就是玉石俱焚了，而且你美国也会被烧得很惨，那所以川普现在真的紧张了。我觉得对他来讲，他要收这场战争的话，伊朗已经说了，你要保证未来不对我攻击，这都是谈的，这都是可能的条件之一啊。那就川普来讲的话，川普跟中国大陆干到最后说我们现在进入休兵，到最后一样对伊朗说我们休兵1年，我休兵2年，对不对？川普会这样做的，川普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商人啊，非常灵活的。那只要对他不利的时候啊，那会让他付出真正的重大代价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转嘛。这场战争啊，我认为说停就停了。好，所以川普不太会受这个纳坦雅胡的摆布。这件事情的起源就是因为以色列去炸了伊朗的30座的油库，所以美国非常的愤怒，就骂了这个国骂。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美国希望扶植在伊朗这边的亲美政权有这么的容易吗？尤其现在经过了这一场这么激烈的战争之后，民众还接受美国吗？干哥有怎么看？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嘛，这也是你川普做不到的地方。理想总是很美好，你想要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，谈何容易？为什么？因为根本没有条件嘛。这个国家只是你美帝没有办法渗透的一个，它不像伊拉克它也不像约旦这伊朗好，我们直接讲，它就是铁板一块。你非当地人或者是就是说了解当地的人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接近那个权力的核心。所以老实讲一句，美国这样做，坦白讲只会引起反感，而且它引起最大反感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他这一次动手没有告诉任何盟邦。我在2月28号那天要动手，讲个小故事。意大利的国防部长现任的他那时候人在哪里？人在杜拜，就飞弹打过来了。他说怎么回事？原来他就在饭店里面，虽然没有，你知道那个他处在的饭店，我们就不讲哪一间了。但是朱美拉棕榈岛你知道吧？那是新月型的，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对全世界的骄傲。你看我填海造陆造出一个棕榈岛饭店，那里有3家饭店，他在哪一家我们就不讲了。真的那个飞弹不是飞弹，那个无人机就打到了他的饭店的外面，他吓一跳，他说：“身为国防部长，我不知道我的盟邦美国干了这个蠢事，然后你要干可以啊，你跟我讲一声嘛。”我赶快回去嘛，结果没有。他同时也是在这个受惊的这批旅客的名单当中，意大利的国防部长真人真事，所以你就晓得说，你根本没有通知照会我们这些盟邦，你就动手了。回想起1991年跟2003年2次入侵伊拉克，都是盟国都是美国你是大哥，跟你一起跑，我们坦克运过去，我们战舰过去。你看这次你出兵那个伊朗，没人跟你啊，只有以色列而已啊。而且老实讲一句，你要看以色列的脸色，那其他国家怎么会同意呢？法国第一个就不同意，瑞士也讲了，这犯了战争罪嘛，这违反国际法嘛。其实有更多，英国不敢讲，为什么？英国永远不敢讲，他心里这样想，他不能讲啊。法国敢讲，其他很多欧盟的国家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师出有名的，是正义的。然后伊朗虽然可恨，但是你应该要用外交手段来解决。等一下我们会谈到，就是中美这个川习会要展开了。王毅外长讲得很实在，就是说你不能就这样跑出去打人家嘛。那你打人家，你要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得到了你的结果吗？好像没有。然后以色列又炸了30个伊朗的那个储油库，美国就觉得说奇怪。那个是民生用油，你不能炸油库啦。然后内塔尼亚胡根本不理你，我要干嘛就干嘛。这些油库有可能转为军事用途，我把它炸了再说。问题是老百姓也受其害。内塔尼亚胡是不管你的啊，川普只能够认了。那川普认久了以后，我跟你讲，就会更被欧盟所讨厌。为什么？只要到了，刚刚大使说现在一桶113，已经快要到129了，超过129了，我就跟你讲。那就完蛋了，那就代表说什么？世界的经济就会被瘫痪了。所以，川普你还是要算盘还是要打一下，可以这样做吗？我觉得真的不值得。
好，针对于这场战争，不只是看到美国的盟友对美国表达不满之外，现在呢，美国自己内部也重新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，就是开战之后，大家对于川普他去打这场战争，还有处理伊朗的方式做的民调，都是超过50%的民众表示非常的不认同的。那么现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权威的赌盘预测机构 Polymarket 的最新统计，他们认为民主党获胜的几率高达了85%。我们现在也看到，在美国各地现在出现了非常的多的反战示威哦，其中一场示威是有上千人的一场示威，他们就高举牌子说送川普的儿子拜伦上战场的一个联署哦。那现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哦，是网友特别制作出来，就是他的儿子上战场的各种的照片，他们把它拼接成一个海报。那上次哥又怎么看这个？对于期中选举会有很大的影响吗？如果照这样下去，川普的其中选举共和党的部分真的不妙。那这些东西都是环境记者的创意。但我们通常来讲去观察，现在美国媒体基本上也都是每一个月甚至每2个礼拜就做一次川普的主要的民调。那这次特别对于这次美伊战争来讲，超过67%的民众认为，就都超过60%啦，就认为油价会持续上涨，或认为这场仗还会继续打下去。那么，但是支持打这场仗的美国民众对川普只有不到30%，29%而已。所以最后我觉得一切的东西，真是国际上油价，当然这些东西都闹纷纷，影响很大。可是拉回到任何一个国家，像美国这样子的其中选举来说，最后都还是跟人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了。所以在现在这波民调当中，人们在意的其实并不是这场美伊战争，是在意的是美伊战争跟油价带来的通膨的影响。比如说，在最新的这个月刚刚过去的统计，美国的失业率基本上又上升了4.4%哦。所以这种失业部分的波动虽然都是有的，可是一旦有能源的危机产生了更多的影响，会不会更严重呢？以及我们在里头看到的部分是，这些虽然都是一个论辩，政治的论辩，但地方的这些其中选举还要拉回到地方上的民主党、共和党的这一些大家互相的搏斗。目前统计起来，对于共和党或对于川普长期的整体的不满，并没有让民主党大家觉得助来你民主党。可是呢，在某方面以德州这个民主党大本营为例，你会发现主要还是他的移民跟边境政策，有大量的拉丁美洲人流到民主党，好像这次会压制在德州方面的这个共和党参选人哦。所以就是说，真正在其中选举里头，跟台湾一样，很多 local。地方上真正这个人比来比去的东西，大环境的因素会有影响，但那些因素往往都还是民生议题，通膨或者是失业的这些，不见得延伸到这个国际局势啦。但目前整体来说，看起来，我想赌盘已经告诉大家了，就目前这个情势，而且以美国过去来讲，其中选举大概8月以后就已经是非常非常血腥，在那个地方争斗了哈。所以坦白讲，这个。川普最后要拿出一些对他的利多，好像没几个月哦。那川协会能不能拿到一点点？其实有首歌叫做《我该拿什么东西来爱你》。对于美国来讲，我该拿什么东西来投你？川普跟共和党可能接下来只剩几个月时间而已。好，谢谢上志哥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。现在与未来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。